小哥哥今天是一个说书人，主题大魔头 BL 风车与他的暗黑彪悍战士解密。14瓜良原创，烈焰大王，2020年8月18日。瓜友们，我原本不想写大魔头的文，因为他不在我瓜样子的主线上，但是看到有瓜友之一了，这么一颗大瓜，我避开了。我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呢？为了洗清之疑，我只有把大魔头揪出来了。他虽非主谋，但确实是突击网暴最强悍的执行者，也与幕后人息息相关，是超级 Plus 版薛洋。同时，大魔头他也确实树大招风，特立独行，与众不同，值得单独给他写篇文，当作对他彪悍过往的致敬吧。生日会和小兔子都被锁了，祈祷这次头条君能手下留情，给瓜友们和路人们多点时间看文，来得及思考和吐字。为防被锁文，本瓜男已更名为蝈蝈，身背内娱第一黑锅，叫他蝈蝈好吧。男二更名为太子，各位都懂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开始吃瓜。大魔头虽然臭名昭著，各家避之不及，但是在很多猪粉和他自己的追随者眼里，他是个悲剧英雄，是个所向披靡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的无敌战神。好了，我们本文就以战神尊称吧，他当之无愧。本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，想必很多人都很好奇，那就是战神是不是指黑？战神是花家人还是猪家人？战神是猪公子真爱粉还是黑粉？战神有没有爬墙头爱上太子？战神为啥不分昼夜激情四射的想搞死蝈蝈？他与蝈蝈有什么深仇大恨和过节吗？来，我们开始解析。吃瓜模式开始。既然是撕逼界战神，那么肯定是战绩显赫，大杀四方无敌手。他的战绩大伙都看到了，不赘述。战神成长的历史也很漫长，捡他吹过的重点来说吧。15年前，天涯名人聚集，是当时互联网最大的一块江湖圣地。战神就是当时的撕逼小能手，那时的他还是个黄毛丫头，年龄来看，与当时的天涯红人那几位出名的小姐姐差不多。不过，小姐姐们靠搔首弄姿出名，她靠骂人。骂人自然是比不上漂亮脸蛋来的吸引人。战神回忆往事，不免有自吹自擂的成分。后来天涯是为战神把战场搬到了微博，转战微博后，战神撕过的名气最大的一个咖，应该是情感教主杨冰洋，又名娃娃为欧啊。原天涯红人后成为女性情感类畅销书作家，后来因为安抚不当言论翻车了，微博已被关闭。娃娃的粉丝量巨大，女版 PUA 的理论深入人心，情感书籍销售量长期霸榜，想必很多瓜有读过她的书吧？我当年还是她的一枚书粉来着，被她许多角度独特的观点雷劈过。战神有过这样一个对标，所以一般对手他是看不上的，私密里也得够咖位才行。战神是个标准的公控受黑，在微博蹦跶了几个圈子后，没掀起什么浪花，但美剧《锁麟囊》出炉后，他逮住机会义无反顾扑向了朱公子，成为朱公子守护神，然后同剧 CP 白玉成为他集中火力开撕的目标。可以说彪悍风格一战成名。战神对朱公子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爱，被互联网诚实地记录了下来。在浏览他那些示爱微博的时候，说实话我真被惊住了。文风不像正常人，像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准病人或者精神濒临分裂的患者的抑郁高人。他表达出来的爱是不求回报的，无条件付出的。他可以为了朱公子做任何事，包括变成魔鬼吞噬众生。他可以为朱公子挡所有的枪和剑，只要他能一生顺遂不被伤害。如果说他对这份付出有期待，想要一份回报，那份回报也便是希望朱公子前进的路上永远不再有绊脚石。注解：朱粉洗脑包他自产自销自吃的读后感。朱公子是他的人间理想，如果不是，他也决定让他未来是。他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给他踢开绊脚石的守护神。当他不停地对外表露这些情绪的时候，感动了一大圈朱公子的粉丝，朱粉们开始追随他，心甘情愿被他号令。自然的，他也很快混成朱家大粉头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白玉就是他眼里的朱公子的最大绊脚石。他鼓动粉丝围剿白玉，造谣污蔑拱黑料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白玉方被整得无计可施。最后，
默默地放弃流量，开始专心演戏。逐渐的，名气也被朱公子甩远了，再也威胁不到朱公子了。战神的丰碑上又刻上了厚厚的一笔：大战白玉，全胜。但是很不幸，正春风得意的战神后院起火了，他被人爬出来是个今日恨国区。微博从15年到18年发布了大量的反动入国言论，令人啧舌。朱粉们害怕了。战神虽然爱惨了朱公子，但是他也是个行走的 TNT 炸药包啊，随便被人搞一搞，扯到朱公子身上就是万劫不复。为了保证主平安，朱粉找了个理由将他挂黑，将战神开除了粉籍。当然，我捋了一下这件事后发现，这开除粉籍的戏码可能是个双黄戏，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依照战神的尿性，一点破事儿就被开除粉籍，对得起他对朱公子那不顾一切的爱吗？他完全可以删掉微博，反咬一口别人诬陷他呀。他会不愤怒、不生气、不回击吗？但没有爱，他反挂了一下刮黑他的微博后，秀了2招花拳绣腿，哼唧抗议了几声，就继续默默去操持朱公子那堆家务事去了。他虽然被朱粉盖章为黑粉，但是他居然还是继续不求回报的为朱公子默默付出这一切，继续感动着一大波朱公子的铁粉。为了朱公子，他愿意收起自己的棱角，洗手做羹汤，顺便上战场。连他那作为最正的嘲讽朱公子的微博，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刻意，仿佛表演给围观者看的一般。嘲讽的都是黑粉说了很多遍的车轱辘话，还隐隐带着些恨铁不成钢的调侃和催促，没一点杀伤力。他最终为了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甚至不计前嫌发文为朱公子的团队开脱，亲证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个人行为，与朱公子的团队无关。战神说无关，就真的无关吗？后面我再串肉串，骨肉相连，很好吃。这是什么样的感情，可以让一个疯子一般的人变得如此冷静，如此淡定，如此是非分明，条理清晰？是真爱啊，乖友们！只有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，爱到了近乎忘我、近乎永恒的时候，才会这样牺牲自己的吧？为了保护那个人，可以背负着所有骂名，任凭处置。我这么写，又会引得一些猪粉同情战神了。你们这些猪脑子的粉还说他是朱公子黑粉，我真是要笑死了。他这个段位，怎样才算黑粉？小兔子那样的，一出手就能把正主几乎弄死那种。战神是朱黑。就战神那战斗指数，他要是炮火对准朱公子，你家公子还能热播剧在上，代言在拍，歌曲在唱，顺溜的跟太子无二。开什么玩笑你们？瞅瞅他黑过的白玉啥样，他黑过的瓜哥啥样，甩锅不是这么甩的。所以不管战神有没有被你们开除粉籍，他也是铁板钉钉的朱公子金刚钻石铁磁粉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只是你们不敢承认罢了。他粉的方式你们不懂，你们也做不到他那种程度的牺牲罢了。这也是为啥他被猪粉们踢了，还有很多朱家大粉同情他、跟随他的原因。大粉之所以成为大粉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说这样一个人会在后面爬墙，爱上太子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顶多就是他被猪团队开除粉籍后，心里落寞，从太子这里找到了一点朱公子的共同点，从而爱屋及乌罢了。战神不是个三心二意的人，他唯一的真爱永远都是朱公子，没变过。他去死白玉是因为爱，他被刮黑后继续默默付出是因为爱，他看太子顺眼是因为爱。他后来发狂一般的撕锅锅也是因为爱，他爱惨了朱公子。战神绝壁是个千古情痴，只是朱公子不敢公开接手他这个烫手山芋，不敢接受这份痴情罢了。战神一死起来是上天入地，敌有不分的。这样一个容易失控的人，绝对不是励志那种专业直黑团队欢迎的，他们喜欢的是听话的直黑。所以花花绝对不会将战神收入麾下，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在陷害锅锅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，于是227合作了一把。花花公料，他负责加油添醋扩散传播；花花递刀子，他负责捅；花花埋线引战，他负责带着大军下场杀敌。为何说他们有合作呢？看看战神2019年底养小号的行为就串起来了。他闲的吗？
不干大事养那么多小号干嘛？而且养号时间点怎么也在去年11月份，跟小兔子无力下场预热一个时间点，是不是打算参与什么特殊任务，需要养小号备用呢？你自己捋，凑齐7个风车就能召唤龙珠。他干事比大伙想的更有计划性，我还真没见过另外一个图7头领小号比他多的人。战神不愧是战神，咦，当时不是乱说的。至于花花背后有没有给他银子，这个瓜友们只能去问战神本人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火力全开的他干尽比斯白玉的时候还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除去银子的因素，战神为什么一定要搞死蝈蝈，仿佛此仇不共戴天一般呢？实际上，撕完白玉后，寄养难耐的战神已经在物色下一个对象了。蝈蝈在去年8月左右就已经进入了他的视线。注意，蝈蝈不仅是他演的剧与猪公子爆红的那个剧类别撞车，在后续可能会威胁到猪公子地位，大批猪粉迷开始爬墙头，资源撞车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看上的 CP， 他粉谁就会撕另一个对家，蝈蝈就是他心目中第2个白玉。但是刚开始那段时间，他也不过是黑潮一下蝈蝈，没有什么大动作。我猜他火力未开，只是在等一个师出有名的机会。这是个高手，有时候真冷静的一逼。战神和蝈粉的大战导火索来自于一个知情人爆料。你看，知情人就是这么好使，总是在某些时刻适时的出现。知情人自称自己是个前蝈粉，爆料有个索林囊女孩爬墙爱上蝈蝈，给蝈粉们透露了战神下一个撕的目标就是蝈蝈，让蝈粉小心。一部分蝈粉吓傻了，怕自己家蝈蝈变成下一个白玉，于是扔掉脑子就下场了，对阵战神开始 battle。蝈粉对阵战神，战神大喜，他任凭蝈粉对他进行谩骂围剿。此时下场的蝈粉中应该已经混入不少批评黑，专是挑拨带节奏。蝈粉不知道，害得不行，还以为替蝈蝈挡住了这个凶神恶煞。后来你们也知道了，战神在攒够了围剿他的证据，赢得了一大波同情分后，来了一记绝地反杀。不过这次的战神和蝈粉之战，一些笨达的蝈粉们骂人和干恶事的那些手法，怎么跟某粉网暴蝈蝈哥使用的手法都一样呢？难道这些蝈粉和某粉都是一个老师培训过的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？你披着皮玩什么聊斋呢？总之这一战，蝈粉丢盔弃甲，一败涂地，废名远播，蠢毒哀思的标签也传开了。如同某粉的人美心善。热身战结束后，战神以师出有名，因此7大战中，战神号召追随者下场网暴蝈蝈的时候，简直一呼百应。